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赵丽颖深情红裙四淑女，心中有玫瑰，爱不蒙尘。赵丽颖一袭红裙尽显宠爱，打着红伞，宛如淑女。她的心中有玫瑰，爱情不会固定。我们依然迷恋着你，期待着你美好的未来，紧紧地等待着你的作品。赵丽颖的作品比一个都更惊艳，关于她的演技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传输的数量是最好的反应。她同样被无数的粉丝期待着一个更优秀的你。像这件红裙一样，你的职业是爆炸式的，我想相信你可以追寻自己的快乐。尽管你遇到了一场被炸毁的婚姻，但你肯定是当时最可爱的女士，为一个幸运的男人而坐稳。我认识你几年了，我尊重你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没有不同艺人的花哨，每一步都是全力以赴，把你的地位传递给粉丝。这件红色的连衣裙太美了，我真的很想相信，当你结婚时，你能看到你穿着婚纱，成为当时最可爱的女士。02现实大获全胜，程毅变身硕果累累，靳东变身粉丝，莫小北再度成名。由靳东、蔡文静、程毅、王莎莎等主演的我国最令人难忘的个人法院法治变革最新成果的治安电视剧，首要关注在湖南卫视权威播出完成的。节目播出期间，猫眼电视剧多次走红，总评分502分。全场第一人是程毅饰演的周以安，其次是靳东饰演的牙元。事实上，这部剧的普及最初是由程毅的一点点进步实现的。总而言之，一个琉璃和一个沉香，主动让他在仙剑市场的影响力更加突出。首要关注点，这是他的第一部开创性作品，通常会引起大量关注。无论如何，这部剧真正火爆背后的理由是，尽管有粉丝的帮助，但实质是合理和实用的，加上艺人的演技青睐，让它成为2022年最有名的话题节目。主要关注点根据指定部门的观点，讲述了10个小单元故事，每个单元故事都定格审视。10个案例分别是主播的意外去世、妈妈的尴尬、监护权的差异、最易的消亡、奶茶店、挚友男友被杀、学霸妈妈丁克被杀夫妻案、恶性生长妈妈案、艺人案子。不可否认，他们是建立在真实案例的基础上的。案件的当事人面面俱到，有的纯属坏人，有的被迫沦为下等人。比如雷星宇之母命案，就是根据现实中的母狼案改编的，男主的模型就是于欢。真案的原因就像电视剧的情节一样，义务权威在于欢面前侮辱了他的妈妈。为了保护母亲，于欢拿了一把刀，将其中一人打死。出赛无休止，随后的出赛被判入狱5年。假设你妈妈被别人冒犯了，你能忍受吗？电视剧中，雷星宇在法庭上的话语分明，让法庭上的指定当局和荧幕前的人群陷入沉思。规则与高深质量的较量充满了轰动性的张力，激发了观众的观看欲望。挚友心上人被杀案改编自同样引起热议的江歌案。2个年轻的女士独自在一个遥远的国家集中注意力，为了帮助她最亲密的伴侣，其中一位年轻女士不幸被她最亲密的伴侣的男友伤害，因为她无法帮助他。针对幸存女友的行为，网友们分为支持女友的人性弱点和支持受害者母亲权利的人。剧集一经播出，在网上引发热议，刘鑫指责该剧炒作，暗示自己是受害者。剧情的真实性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冲突，瞬间俘获了大众的胃口，让人欲罢不能。这么接地气的法律剧怎么能不火？因此，底线不仅是收视率之王，而且还获得了很高的口碑。底线情节引人入胜的同时，案件背后的人性也发人深省。比如顶尖大学生是母案的原型，就是北大才子吴谢宇。他的前途一片光明，但由于长期受到母亲的压迫教育，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是可悲的和不幸的。
在电视剧《我们与邪恶的距离》中，一位律师逆流而上，没有批评凶手，而是专注于挖掘杀人动机。他为什么这样做？只是为了找出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和教养产生了邪恶，以便发出警告，以便后代避免悲剧重演。事实上，这正是底线的观点。没有人天生邪恶，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值得被拯救。于是，当事人因为觉得自己有罪而下定决心要死，但法官觉得他还是有道理的，反复劝说，甚至得到了近亲的谅解书。我们通常理解的死刑复核，实际上是司法程序的一个审慎部分。很多人都关心吴谢宇的回归正义，但他们永远不知道他的真实动机。这个故事给家长敲响了警钟，不仅要关注孩子的学习，更要关注孩子的心理教育。在当今的环境下，几乎每个时代都存在激烈的竞争。大部分家长本着不输在起跑线上的原则，送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和兴趣班，孩子的休息时间被反复压缩。父母的眼光只放在学习上，看不到孩子眼中的疲倦，或者如果看到了，就用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来督促孩子继续学习。孩子和父母的矛盾就这样累积起来，孩子的心理变得不健康，走上断舍离或死亡的道路。为避免悲剧发生，家长要避免营造高压的家庭氛围，时刻关注孩子的心理，避免责骂或道德绑架。当悲剧发生时，后悔就来不及了。法律与道德的冲突贯穿全剧。在最后一个案例中，苏苏的母亲，法律助理，是涉案家庭的保姆，而叶欣的母亲，法律助理，是他所在公司的法务总监。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如果苏苏和他的母亲坚持不告发，他的司法考试可以顺利进行，他在法庭上的前途不会受到阻碍，同时还能拿300万改善他的生活。而 TG 也能大获全胜，叶欣的妈妈贾简打赢了官司，毫发无伤地回家了。但如果让苏苏打破这种局面，听从他的心声，那么他的母亲就会入狱，他的未来就毁了。TG 公司倒下，简家输了，有关各方受到应有的惩罚。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希望将坏人绳之以法，但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更希望看到双方都幸福。面对这样的两难境地，相信很多人都会犹豫和纠结。这部剧火了，给演员们带来了不少红利。让我们从老 Cat 靳东说起。原本靳东在《伪装者》中和大哥明楼小有名气，但因为后来的角色重复太多，导致观众审美疲劳，对他的评价也逐渐从霸道变成了油腻。而底线的播出无疑帮助靳东力挽狂澜。他饰演的法军原一角，毒辣辣的接地气，让观众们渐渐重新喜欢上了他，甚至有网友称他为中老年女性的男神。大哥和大姐的最后一案是美梦成真，明楼和明镜的形象深入人心，而靳东在底线中确实打破了陈规。他风度翩翩地讲道，爱妻，懂得哄人，做徒弟敬仰的师傅。这样一个活生生的有点白发的法官太可爱了。最让人惊喜的当然是程毅的蜕变和他的加入。在娱乐圈出道10光年，程毅终于凭借在仙侠剧《琉璃》中的精彩演绎而一举成名。他饰演的雨丝风一角，温文尔雅，深情投入，极具武力值，让他成为完美男友，成为当年的8月男友。虽然年中经历了云歌社事件，让他深陷暴力网多年，但在2022年，他又与杨紫合作了另一部仙剧《沉香如粉》，再次成为爆款大戏，一举收复失地。剧中，他一个人扮演3角，酷酷的应远，毒辣的唐周和霸气的玄烨，3个角色都被诠释的个性鲜明，演技得到观众的再次肯定。虽然程毅已经凭借精湛的演技在古偶圈中脱颖而出，然而当他脱下戏服，走出舒适区，开始演正剧时，人们一开始并不适应，怀疑他能否胜任周以安这个角色。从网上的评价来看，程毅打消了观众的疑虑，将周以安这个角色演绎得很好，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有人称赞他的台词，也有人称赞他天生的演技。事实上，
从他在《沉香如粉》中与杨紫的私下互动来看，程毅赋诗其事的性格与周以安的性格更为相似。新西兰人一度怀疑程毅是在为自己做事。周以安这个角色前期虽然戏份不多，但在后期却展现了一个年轻法官因工作挫折和工作挫折的双重冲突而不得不放弃心爱事业的犹豫和纠结。家庭压力，周以安和叶欣的恋情，还有学法的人独有的浪漫，都让人心生暖意。毫无疑问，凭借这部剧《底线》，程毅不仅打破了大众对他的成见，也证明了他的专业性。一个好的演员可以很好的适应任何类型的戏剧。收盘当天，程毅特地发了一篇告别《底线》的小作文，立即冲上热搜榜第6位，证明了他的高人气和市场反响。去程毅。也因为这部剧赢得了好口碑的还有童星王莎莎。说到王莎莎，大家可能并不熟悉，但说到《武林传》中的莫小北，大家的记忆就会逐渐清晰。相信很多80后、90后甚至00后都会记得我是莫小北，衡山派掌门人这句台词。15年前《武林外传》一出，让姚晨、沙溢、闫妮走红，而童星王莎莎则慢慢淡出视线。王莎莎的事业有起有落，虽然年纪轻轻就出演了现象级的情景喜剧，但此后一直在不断的演戏。然而，长大后的她曾经是美女众多的娱乐圈的一员，甚至因为长相普通，被称为最丑童星。她的第一部偶像剧因为长相被嘲笑，播出后也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更何况，已经拿到博士学位的王莎莎去参加在位演员的时候，还被郭敬明骂过平庸。她来节目是想学点东西，结果却成了一轮炮灰。不过，王莎莎在《底线》中真实大胆的表演获得了很多好评，观众们纷纷称赞她天生的演技和接地气的性格，这与她在之前的偶像剧中受到的嘲笑相去甚远。所以看来，选好剧对演员的发展来说是那么的重要。